欢迎。今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关于比尔·盖茨时间管理的一些方法和次要。提到盖茨呢，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微软，还有他的慈善事业，对吧？是的，这些都是他的标签。但是他管理时间的能力，这个其实是他取得这么大成就背后一个可能经常被大家忽略的关键因素。我们找到的这份材料呢，就挺详细的分析了他的策略。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想为你提炼出里面最核心、最精华，也最能启发你的那部分。我们一起来看看盖茨到底是怎么掌控他的时间的。对，说得好，掌控。因为盖茨的方法，它真的不只是简单的排个日程表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种思维方式，还需要极强的自律去配合。我觉得这里面最关键，或者说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到底怎么去定义，然后怎么去捍卫他的优先级。他怎么能为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硬生生地创造出时间来？说到底，就是把时间看作是最宝贵的资本，然后主动地去投资它。投资时间，这个说法有意思。那材料里首先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优先排序。盖茨非常非常注重区分什么是紧急的，什么是重要的。这个思路，有点像那个经典的艾森豪威尔矩阵，是吧？对，就是那个4象限法，根据紧急性和重要性把任务分成4类。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理论。是的，但盖茨的应用特别有意思，他极其看重那个重要但不紧急的项，比如长远的战略思考，还有创新方向的探索，这些东西。这恰恰是大部分人最容易忽略的地方。我们总是被紧急的事情追着跑。没错，他甚至为了保证能做这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设立了专门的思考周，就是那个 Think Weeks。他会把自己完全隔离开，不受日常事务的打扰，然后沉浸在大量的阅读、反思，还有对未来的构想里面。对，这个思考周确实是他时间管理哲学里一个非常独特的实践，完全脱离日常运营，进行高层次的战略思考。真的，这简直是把深度工作这个概念推向了极致。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临时救火，而是为了确保自己还有公司始终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是一种深思熟虑控。是的，这种做法它确保了盖茨最宝贵的资源，他的时间和精力能够主要投向那些能带来巨大长期价值的活动上，而不是被日常那些紧急的琐碎的事物所吞噬掉。这个对我们每个人的启发其实挺大的。你可以问问自己，你有没有定期审视自己的时间分配？它跟你设定的长期目标是不是真的对齐了？还是说你的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应对那些所谓的紧急的噪音？很有道理，这确实是值得反思。那和这个优先相关的就是第二点了，它那个结构化的日常还有时间分块。材料里说，盖茨的日常安排啊，细致到让人有点惊讶的程度，有时候甚至是以5分钟为单位来规划的。5分钟，这个确实，听起来压力很大。是啊，资料里管这个叫时间分块 （time blocking）， 它会给几乎所有的事情，包括重要的工作任务、阅读、锻炼，甚至跟家人相处的时间，都预先分配好固定的时间段。这种精细度听起来好像有点反人性，或者说太刻板了。它背后体现的是什么呢？难道不会很累吗？这个嘛，据说他这样做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抵抗那个多任务处理的诱惑。现代人很容易陷于这种状态，通过预先规划好，他就为那些真正重要的事物保障了高质量的、不打扰的专注时间。我明白了，它其实是减少了临时的决策。你不用到时候再想我现在该干嘛，因为日程已经安排好了。对，减少了这种精力的消耗。这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框架，它让你从被动的应付各种事情，转变为主动的去设计和掌控自己的时间。通过为那些高价值的任务预留出，并且关键是捍卫住这些时间块，这样切实能显著提升认知工作的效率和最终的产出质量。捍卫这个词儿用得好。对，因为关键就在于执行的纪律性。你怎么去保护这些时间块，不被各种临时的会议、邮件或者其他干扰轻易的打扰或者挤占掉？
这真的需要很强的决心和意志力。确实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看第3点，这一点我个人觉得也特别重要，就是终身学习和反思。盖茨是大家都知道一个狂热的阅读者，据说他每年读很多书，而且每天都会投入大量时间来获取新知识。阅读量惊人。就像投资一样，它是有复利效应的。持续的输入是保持认知优势、做出更好决策的关键。对，把学习看作投资而不是成本，这个观念很重要。是的，这一点真的触动到我了。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太忙于执行了，忙着做事情，却忘记了要停下来去学习、去思考。材料里还提到，盖茨不光是学习，他还会定期的去反思他的目标、进展情况，甚至犯过的错误，然后不断的去校准方向。把学习和反思制度化，并且融入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高明的策略。它不仅仅让你的决策更加有依据，避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少走弯路，从而节省时间。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持续优化自我的引擎。持续优化自我的引擎，这个比喻好。是的。所以我们可以借鉴的是什么呢？就是也建立起自己的反思机制，哪怕一开始不用太复杂，比如每周就花个15分钟或者半小时，问问自己这周哪些事情做得比较好，哪些地方或许可以改进，下次遇到类似情况可以怎么做。这种定期的内省是提高效率和效果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驱动力。同意，每周复盘一下确实是个好习惯。好，那我们来看第4个要点，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对现在信息爆炸、机会过多的我们来说，就是学会说不这个太重要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他每天要面对多少会议邀请、合作请求、各种各样的机会，那简直是海量的。材料里就强调，他非常非常擅长拒绝。他会仔细评估这些事情，看他们是不是真的符合他的核心目标，或者他当下关注的重点。如果不符合或者价值不高，他就会很果断地拒绝。这里还提到了一个经济学概念，叫机会成本。对，机会成本，就是说你接受了一项价值不高的任务或者邀请，其实就意味着你放弃了用同样的时间去做一件可能价值高得多的事情的机会。没错。这背后的原则其实非常简单，但是执行起来却相当困难。就是你的时间和精力是绝对的、有限的、稀缺的资源，它们是你最宝贵的财富。所以你必须先搞清楚，对你来说，什么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你的核心目标是什么？你的优先性在哪里？然后你要有勇气，对那些偏离你轨道或者说价值不大的事情，坚决地说不。这是保护你这些宝贵资源不被无谓稀释的关键手段。这不仅需要清晰的判断力，更需要坚持原则的勇气。有时候拒绝别人是不容易的。是啊，尤其是面对一些看起来还不错的机会时，拒绝需要定力。好了，那我们今天快速地梳理了一下比尔·盖茨时间管理方法里的几个我们认为比较精华的点。一是聚焦重要但不紧急的任务，并且为他们创造深度思考的时间，比如他的思考周。二是通过精细的时间分块来主动地设计和掌控自己的日程，抵抗多任务干扰。对。三是把终身学习和定期反思看作是必要的投资，是知识复利和自我优化的关键。是的。以及第4点，要策略性的学会拒绝，敢于对那些非核心的干扰说不，以此来保护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最重要的目标。总结得很好。观察下来，你会发现这些策略，它们的核心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对时间的怎么说呢？一种刻意的设计和高度的控制感。它要求我们不仅仅是管理手头上的事物，更要上升到管理时间本身这个维度。刻意设计时间，这个提法很到位。是的，它不是随波逐流，而是主动规划。那么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些方法和原则，对正在收听的你来说，哪一点最让你有共鸣，或者让你觉得这个我可能需要改进？或者换个问法，如果让你从今天讨论的这些方法中只选择1个
立刻就开始实践，你会选择从哪里入手来优化你的时间管理方式呢？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这次探讨，请订阅、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们。